開式閱讀10萬訂閱。所以呢，適逢66號公路100週年的緣故呢，特別推出了這一款 Legion 66國際版。我跟你講 ，Ford 就是怕有你這種人，所以這個功能必須要停車的時候才能使用。啊，好可惜哦！怎麼可惜？你看，我這次特別為了這次的美式風格搭配了一個波西米亞的感覺，我突然好不習慣，因為其實我沒有穿過這樣的衣服，你覺得怎麼樣？昨天是美國國旗，今天變成波西米亞，怎麼了嗎？我覺得穿久了就習慣了。真的是直男很難聊天呢。你要跟我說好看啊！不過講實在的，我可是用心搭配，畢竟我們坐進來這輛車椅子上都有66號公路標誌嘛。但是坐上來之後，其實我自己會有一點感覺，就是跟我們上次搭乘 Ford 的車款有一些不一樣，就是因為它的車子的格局比較方正一點，所以坐進去的感受呢也會寬敞很多。我覺得你講到一个關鍵，因為如果運動化的車款，通常在設計上面就會比較流線，那多少就會對於空間有所影響。沒錯，基於 Territory 它是一輛稱職的家庭休旅，所以就會在這方面特別優化，包含一些細節。舉例來說，全景大天窗，你可以享受從天而降的開闊性。從天而降不是只有無來神掌而已，從天而降是的確啦，對不對？光線也會特別好，有沒有？看起來妝容也會特別的正點。不是，我必須說我妝容今天很完美，好嗎？哦，好。是從天而降的一個部分，還有呢？除此之外，最明顯的就是車長、軸距還有寬度，尤其這輛車的寬度抬到了1935mm。我們今天如果坐在後座的話，3個人坐滿也不會感受到那種肩並肩的壓迫性。另外就是2726mm的軸距，這個可以讓前座、後座都有充足的膝部空間，讓你坐在座位上面一點都不會感到拘謹。再加上中央座椅的果領是以平整化來呈現，所以坐在中間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好像腿部有受到壓迫。這個可以說是設計上面的巧思，讓整輛車5個座位全部都可以坐好坐滿，無後顧之憂。倒是蠻貼心的。那假設在坐滿的時候，有一些車款就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後車廂不夠用。哦，對啊。5人份的行李，如果我塞在後面的話，你就會覺得好像要堆了半天，然後可能大家的行李都必須要有一些縮減，不然的話會不夠放嘛。但是 Territory 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除了擁有標準容積之外，本身後車廂的寬度就高達1150mm，這代表的是，即便去大賣場要採購買一些大型的物件，都可以從從容容的放到裡面。座椅放倒之後，75寸的電視，完全都不需要傾斜，綽綽有餘。75寸超級大對啊，你去一趟好市多，你想搬什麼就直接搬回來就好。為什麼不早一點跟我講啊？如果早一點跟我講的話，我今天就會安排一些就是可以去載一些大東西的行程的，空間都浪費了。我坐前座後座，空間都被浪費掉了。依照你的體格，坐什麼車都是浪費空間，好嗎？好像也是都蠻浪費的。好啦，彌補一下你目前所感受到的遺憾。我們現在坐的這2張前座，除了都擁有電動調整功能之外，2張座椅都擁有4段的通風調整。你現在才跟我說，你這樣只會讓我更遺憾呢。不早說，你為什麼不早說？晚說總比沒說好吧？不是啊，我昨天穿了長褲我整天都沒有用到通風座椅我是需要吹涼的人是怎樣，火氣很大是不是啊？你這樣說我真的更遺憾。現在立刻開啟。沒事啦，你現在進到螢幕裡面去進行通風座椅的調整，是不是覺得格外好用？對啊，觸控來講非常的直覺，因為這輛車它所擁有的 Vision Plus 科技系統，在這雙12.3寸的中央觸控螢幕及數位儀表板之下，清楚的得到車輛相關的資訊，而且還可以進行非常豐富的操作。那如果剛好，比如說我現在要專心開車，可是我要進行一些調整的話，那也沒有關係，因為它還支援語音控制。語音控制？我現在表演給你看哦。你好，福特。來了。打開車窗。好的，你為您開啟車窗。好
好智能哦！一般來說，這種控制并不會聯動到譬如車門裡面的馬達，但是 Ford 做到。而且除了語音控制啊 ，Ford Territory 另一點相當不錯的就是，你可以從熒幕裡面去切換智能場景模式，並調整自然音效。有些時候我們開車哦，不一定想要聽音樂，可是如果有一些類似白噪音之類的背景，開車的時候或許會更加的愉悅，並且搭配64色的 LED 氣氛燈，可以調整出自己喜愛的配色，很特別。所以如果今天想要那种山间野林的感觉，我就可以使用白噪音跟燈光的感觉，对不对？对啊，没有錯啊，很棒。另外还擁有無線充電板、66瓦 USB 快充，甚至打開扶手箱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吞吐量之大，絕對不會渴，因為可以放滿礦泉水。以及這一路上我所使用的後視鏡，有沒有發現它都是電子式，所以不會從畫面你看到後座，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後方的狀況。前方的儀表板還可以切換導航路線哦，所以呢，我只要眼睛正對着前方，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已經即將抵達目的地。這樣對你來說也很友善哎。對啊，你看像現在就快要到了嘛。對啊，很安全哦。我已經快20年沒有來大溪老街了。我也是而且你帶我來，我才有發覺它是台66線的終點。所以其實台66線會經過很多很棒的景點啊。對啊，大溪老街的歷史其實也很久了，從清代就開始了啊。而且這裡有很多復古的巴洛克式建築。日治時期是將這房子做改建，你很細心可以看到這一點。那來到大溪老街該吃些什麼？大溪豆乾啊！今天有一間很有名的豆乾店，帶你去吃，我覺得蠻好吃的。我要吃它的速度。哇，好入味哦。这间很好吃。以前都会來特別吃這一間豆乾店。真的哦？因為它的滷汁很特別，有點漢方的那種藥材味。奇怪，為什麼之前來都沒有知道這一間呢？因為其實這邊有超多豆乾店，有非常多間。那它豆乾很有氣口，然後它的滷汁就會灌進去裡面。原來如此。然後第一次在大溪的路邊吃豆乾。真的嗎？對，之前來沒有吃你不覺得這個時間這樣吃很有氛圍嗎？就還是加點小綠。但我完全想不起來為什麼我沒有吃。不過你剛才講到一個重點，好難得下雨，你今天沒有罵我。怎麼樣？蠻有氣氛的，蠻適合你的一個氣候。不要看到下雨就這樣好嗎？那我覺得就是和它其實這個橋，歷史悠久嘍。嘉慶23年建立的，當時啊，其實沒有這麼多混凝土這些材料，所以呢，他們就用竹籠啊、石頭啊，還有一些木板啊，把它建立而成，然後通到另外一塊。很寬呢。對，可是就是當然會因為河水或是天氣的因素，它會壞掉啊，所以之後就再重新改建，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且你知道大溪老街最重要就是巴洛克風格，橋面兩面都是這樣的一個設計。知道這座橋還被稱為情人橋嗎？但不是我跟你，抱歉，哥。我發現你到老街之後就變得很會吃因為我發現好像還是老街的食物比較適合我。食物是不錯吃啦。那我們接下來去哪裡？我們等一下去一個地方，然後我們會經過山路。但我相信這輛車對於開山路來講，應該是非常的沒問題啦。畢竟依照過往 Ford 的一些表現，即便它主打是家庭休旅，我相信這一點山路一點都難不了它吧。確實啦，這對Ford來講一定是不是問題的問題。而且你看，我們節目從開播以來，經歷過了那麼多的車款，我相信你對Ford的車型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所以即便是一輛家庭休旅，跑個山也不過是剛好而已。而且啊，Ford今年還跟 Revo 合作跑 F1，你就知道他們在動力方面有一定的琢磨，才有實力挑戰世界最高賽事。那倒是蠻厲害的，那件事情我知道啊。那你知道這一次 F1 賽事有哪些動力上面的重大挑戰？這蠻簡單的啊，就100%的永續環保燃料嘛，然後再來呢，就是引擎跟馬達輸出比例各一半啊。
你知道？我知道啊，我有在關注啊。你居然知道？我知道，怎么了嗎？等一下，這很吃驚嗎？因為我本來要講的話吞回去。哦，那請你吐出來。好，那你就知道嘛。油電系統可以說是當代連比賽都非常注重的一環。那同樣的，這一輛 Ford Territory Legion 665界版採用的正是當家的 Performance Hybrid 1.5T 4電驅渦輪油電系統。聽起來是不是就覺得很厲害？確實也真的很厲害。因為啊，這輛車如果要以電機來講，它就有4組，一組是身為油電車必須要擁有的發電系統，另外呢是以馬達驅動車輛的電機，以及負責動能回收的剎車電機系統，最後可以在怠速過程當中肆無忌憚的使用冷氣的空調電機。就是這4種電機整合在這輛車上面，並且加上本身引擎所帶來的推進力，讓這輛車擁有245 PS， 並且具備55.6 kgm 的浮油力。而且數值大就算了，油耗表現也不容小覷。基於油電的關係，這輛車它的平均油耗甚至可以來到每公升20公里。哇！而且別忘了哦，這是一輛具備體格的龐然大物。對啊。的確是蠻省油的。對，像我們現在啊，都已經進入到了3間了，開了那麼長的過程，這輛車目前儀表上面顯示的油耗，我就已經開到了19.2了。而且別忘了，我們現在還是在山路上面。沒錯。不過它這個優點就是它真的也很安靜整個旅程下來，我覺得還蠻舒適。對，你可以在過程當中享受那一種寧靜致遠的舒適，可是對駕駛來說會擁有永不墜落的動力。像現在進入彎道切入端點的同時，具備良好的指向性，並且非常容易的就將車輛拋入彎中，順勢出彎。這個就是 Ford 在操控上面所講究的一環，即便是一輛家庭式休旅，也可以做出相當的水準。的確，安靜又舒適，省油。對，不過話說回來，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我從來沒有想過你居然會去關心 F1，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不是啊，現在有超級多女生都在關注 F1 為什麼？車很帥嗎？不是根本不在乎車主，我在乎的是賽車手。什麼意思？很帥啊，他們這參賽每一個賽車手都超級帥。喬治羅素 ，Oh my God，Oh my God， 我的天菜啊！对了，有人跟你說過你長得像小天嗎？哦，原來你說的是大溪老茶廠哦。对啊。他們的停車格是放在草地上，這樣子會讓我想要試一個 Territory 所擁有的一套很厲害的功能。什麼功能？停車功能嗎？對，它的主動停車系統非常的強哦，因為是 FAPA 5.0 主動停車輔助系統。厲害在於，即便沒有劃線，它都可以去裝旁邊車子的界限，把這輛車停好。真假的啦？對啊，神奇哦，非常簡單哦。你看，安座上面有一個 P， 按下去之後呢，請排入第一檔並向前行駛。好，那我們就是往前移動嘛，把格子找出来。找到車位，有沒有？請剎車。畫面出現了一個 P 字之後呢，就代表它找到了位置。這個時候呢，開始停車，按下去。請鬆開剎車和方向盤，手都不要摸，剎車不要摸，接着就看他自己表演了。他自己在抓位置哦。对，他會用最適合的角度停進去。好自然哦！你手甚至沒有放，真的不是作假而且他停的角度都很準確，很剛好沒有錯。好，那你看到他接下來還會微幅修正。這套系統厲害在於，它不限於有限的停車格，包含一些地上沒有劃線的場地，它都有辦法停好停滿。好像有個隱形的雙手在幫你停車對，而且會跟旁邊的車抓出非常適合的距離。哇，這系統很讚好，打完收工。很厲害，這個很厲害是不是？它停得超正的對啊。哇，繞頭路過可以，那路邊停車超難，它也做到嗎？路邊停車不難啊，很難啊。路邊停車不只對我來說不難，對這台車來說更不
不是問題的問題。真的？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哦，這輛車還擁有 LRS 循跡倒車輔助功能。聽名字好像會有一點不太知道它是怎麼樣使用，对不對？簡單來講，就是我剛剛行進的路線在50公尺內，它可以以時速15公里的速度進行倒車。如果我們今天進到一些狹窄的巷子裡面，必須要會車的時候，对。你可以非常從容的把這個功能開啟，車子自己倒退50公尺，與來車進行閃避。這樣子呢，就不用自己降車窗，開得很辛苦，然後又擔心說它車子太大，因為 Territory 都幫你想到了。它真的很智慧哎，是不是？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又開始，我發現你真的不只是喜歡喝咖啡，你也是特愛喝茶的人呢。其實比起咖啡，我更愛喝茶。哦，真的假的？真的啊。的確啦，一杯好茶泡出來的那香氣啊，會讓你一整天神清氣爽。然後再加上好吃的茶葉蛋。哦，真的很愛吃茶葉蛋。沒問題，我撥給你。哦，謝謝你耶。但是坦白講啊，我沒有想到說山裡面居然有這一個像是茶葉博物館的地方。但它的確就是一個老茶廠啊。大溪老茶廠在桃園這個地方是還蠻重要的一間店耶。之前聽聞，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裡面原來保留這麼多的文物跟設備。它只是一間100年的茶廠了。我記得台劇有一部蠻有名叫《茶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它就取景在這裡啊。對。但我覺得，如果要講讓大家更有歷史性的話，應該是日東紅茶。在早期台灣這個茶廠啊，日東紅茶為聞名哦。確實啊，而且我覺得現在很有發揚光大的感覺，不論是製茶的技術啊，還有更多元的飲料，這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還有好吃的茶葉蛋。我記得上次在路靠咖啡，你也是吃了3顆茶葉蛋，然後說超好吃，要買很多哎。那很好吃哎，而且。上次去路靠咖啡南投，我們是開4人的車。對啊，哇，來吃吃看哦，它茶香味很讚。從山下吃到山上，這好好吃哦。對啊，茶香味蠻濃的。这次的旅程虽然說只在台灣，但是呢，對於美國66號公路來說，也是有相當的認識。就是聽到母親之路，我覺得還蠻甜蜜感。對，我也會覺得台灣其實有很多地方也是屬於我們台灣人的母親之路。同樣的，就是這一次啊，你帶我走這一趟66號公路，因為其實對我來說，台66線就是東西向交通往返的一條要道。通勤的一個路程，走過了很多次，但我從來沒有好好的下來去認識這幾個鄉鎮，還有這些景點，所以其實有讓我大開眼界，是不是？你大開眼界，我對這次 Ford 的車款也是大開眼界啦，有更深的認識，它也承載了蠻多的故事跟文化。畢竟啊 ，Ford 是以前擁有123年造車歷史的美國車廠，而且這次所推出的 Territory 可以說是展現其批判精神，也就是 Go Brown Go Ford， 要大膽前進。所以呢，在這樣子的電氣化時代之下，不但跳出了舒適圈，而且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打造出這一套 Performance Hybrid 油電系統，並且導入許多同級對手並未擁有的科技配置，等於突破了國產車廠該有的疆界。這個如同啊 Ford 去見證了美國66號公路的變革，同樣的 Territory 這款車也是見證着車壇的演變。像
路是人走出來的，那美國的路是 Ford 走出來的，這樣說合理吧？